想要写好字，最快的方式就是改善架构。只要了解如何去摆放笔画，跟着模仿，跟着书写，用极快的速度，你就可以改变字体。我要用画面上这6个字：口之名，无为善，教你到底该怎么写出美字。跟着我一起学习笔画的摆放逻辑，拿笔和我一起练习。我们频道有4万个成功改变字体的见证者，你绝对也会是其中一个。首先要来教大家写口，这个部件一定要练好，因为太常出现了。练好它，写字的时候可以事半功倍。影片最后我会帮你再次整理这些字的书写要诀，并且告诉你影响字体美丑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口的书写方法很简单，先找到格子的正中央，写一笔的竖画，从上而下。这一笔的竖画，它的角度有点向内倾斜，但是注意哦，只有一点点。接着我们再写横折，往上横画，接着往下折。观察一下横画的角度，略微上扬，往下再折回。这边的竖画的角度比较直一些，这边的横折的角度比较斜一些。最下面的一笔横画，我们会从竖画上方一点点，这边起笔，再往右侧拉出，让它稍微突出一点，形成这样子的感觉跟现象。口部多练一下，当书写状态开始稳定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字体里面，跟其他的部件做拼凑。那我们就来学写之这个字咯。之字的上方是一笔的短撇，那我们先下短撇，按一下，再往外撇出。接着呢，你抓短撇的尾巴这个地方下横画，横画往上，这是一笔的短横哦。接着我们要下一笔的长横，所以我把起笔稍微往左侧，让起笔的位置往外，那么我就可以拉出一笔很长的横画，到这里停止。接下来再从这个地方下一笔的竖撇，先竖再撇，接着在这里写一笔的点画。在这边要请大家注意到这里，这3笔笔画结束的点，我把它串在一起。在这里有一道隐形的墙面，这是一个部件拼凑非常重要的观念。我们要让左右2个部件放在一起的时候，笔画不会互相打架、互相干扰。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你必须设置一道隐形的墙，这道墙面会让左右2个部件的笔画都停止在墙面前，它的作用是画出界限，那么部件就可以放置在自己的空间，尽情的做自己的舒展，而不影响到隔壁的部件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写口部咯。口部如果在右侧，口部要记得下降，所以我们把口部的起笔放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偏下方的位置。接着我们再书写横折。记得我刚刚告诉大家的书写要诀吗？左侧的竖画直一点，右侧的斜一点，接着在这边突出一点点，下笔写横画。当口部放在右侧时，记得把它写低一点，借由口部的下降，让字体有一个下落的力量，字体呈现的感觉才会比较稳定哦。接着我们要来学写明这个字，明这个字上方的细稍微写小些，下方的口我们会让它稍微写大些哦。对了，我是君令，我在 YT 频道上从事书写分享的工作。我有一个4万多人的写字频道，就是你现在看的这个频道中累积了将近90部的教学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请帮我按个赞，接着热推这则影片，然后订阅这个频道，
欢迎每一个想改变字体的人加入和我一起学习。那我们就来写明这个字咯。先写一笔的撇画，这笔撇画是短短的撇画。接着我们要写横撇咯，接下来这个横撇的长度会拉得很长哦。写横，接着再写撇，往下撇出，要拉长，拉到大约是明的整个字的底部。接着我们要写点画咯，抓在这个位置下点画。这上面的细的部件结构已经处理好了，接着我们要写口部了。口部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把它稍微写得大一点，这边的空间跟口部的空间比，口部的空间要明显大很多。我们先写一笔的竖画，接着把这个口部拉大，横、折，接下来再下一笔的横画，口部略大些，细中间的空间略小些，掌握这个原则，名字就可以写得很好看哦。有了口、知、名3个字的基础概念，接着我们就要往无、为、善这些慢慢变得复杂的字形走。那我们就来写无咯。首先书写一笔的短横画，微微的上扬，横画上扬才会有精神。接着我们要下一笔的竖画，让它稍微倾斜一点，像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切割空间咯，空间要切割均等，所以接下来物这个上方部件产生的每一块空间，我们要让它大致均等。抓这一个笔画中间的位置下横、折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估计咯，这块空间、这块空间、这块空间要差不多的大小，那我们该怎么切割呢？所以在下笔的时候就要开始估计上方空间多少，这里空间多少，右侧空间也要跟着多少。依照刚刚的需求，于是我们推论出这一段笔画、这一段笔画跟这一段笔画的长度应该都要大致一样长哦。接着我们要拉一笔的长横画咯，这笔长横画就从左侧长长的拉出，到右侧的地方，结尾稍微轻压回。上方的五的部分处理好了，结构上大致均尖。接下来我们要写下方的口部咯，下方的口部要写大一点。那我们在写的时候，先写一笔的竖画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写横、折，略拉回，接着在底部的地方封回一个口字结构。用这样子的方式书写无字，你就可以把整个空间切割得很平均、很稳定哦。接着要教大家写为，写字可以很难，也可以很简单。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我把自己的独门学习心法整理成一门课程15日美字养成班，目前已经有200多位学员加入一起学习。连结在留言栏处，有兴趣欢迎点选观看内容及课程细节哦。那么为字要怎么写呢？为字的口部在左侧，左侧的口部要写高。我们抓上方的位置，在这边下口部，先写竖，接着写横、折，接下来写横画，让它稍微往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写撇画咯，这笔撇画我们会从上方穿越，接着一路往下方走，撇画会深入口部的下方，这时候2个部件间的隐形的墙面会用斜的角度去呈现。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笔的竖画咯，笔直的往下书写，接着我们要下点画，在这里做一个弯度。接着我们要书写横画咯，略微上扬，第2笔跟着上扬，第3笔跟着上扬，中间要制造均尖的感觉跟效果，上方这块空间跟下方这块空间要一样大。接下来点画的下方正对竖画，
再接下来最后一笔是横画，从这里往外拉出，要略长一些。在这边所有的笔画都要尽量切割均尖。文字的书写给大家参考咯。再来看到善这个字，好多的横向笔画堆叠啊，这么多的横向笔画堆叠，该怎么样有效的掌握结构呢？那么我们就来分享给大家善字的书写咯。接着我们就来写善这个字。善这个字有很多的横向空间，我们把起笔稍微上拉一点，先下一笔的点画，接着我们再下撇画，按一下再撇。接下来我们下横画咯，横画的长度是短的，但是接下来的两横横画又要比这笔横画更短。那我们抓这个空间下第二笔的横画，要比它更短，长度上要加以缩减。接着我们下一笔的竖画咯，竖画到这里就要结尾。怎么抓竖画的长度呢？这一段有多长，下面这一段跟着多长。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，这笔横画的长度可以抓跟上方横画差不多。接着我们再书写点画跟撇画，点画撇画的起笔位置可以抓上方横画的起笔跟结尾处，用这两个位置当出发点。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，我们要拉长这笔的横画哦，因为它是字体里的主笔。我们从前面起笔，慢慢往右侧拉出，再稍微压回。接下来我们再书写一笔的竖画，这笔竖画是口部的竖画，口部竖画起笔稍微再往外拉一点，在这个位置书写竖画。口字的宽度我们要稍微拉宽一点。接着我们再写横折，接下来再把这一笔横画封起来，要稍微下压一点，这样善字的书写状态才会稳定哦。想把字体书写好，那么两个概念你一定要把握，并且确实的去做到。第一个概念就是均尖，空间均等切割，把每块空间均等摆放，那么笔画就不会凌乱，整个版面看起来就会整齐。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找出主笔。要让字体能够吸引人，那么你的主笔就要明显，主笔明显，字体就会产生焦点。均尖跟主笔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，书写时一定要特别留意。接着我要跟你分享我的课程15日美字养成班，这是一门有系统有脉络的课程，我们会从握笔开始，教你怎么样去拿笔，接着我们会告诉你字体的结构到底要如何去分析，利用各个结构概念，你可以很快的学会书写的逻辑。再接着我会教你语句该如何书写，怎么让字跟字对齐，一行字要怎么写才会看起来有行气，像在排队一样整齐。接着还会告诉你在书写大段落文章时技巧是什么，每个部分都会为你讲清楚说明白。如果你想改变字体，我想最快的捷径就是这条了。在网络上搜寻影片要花时间挑选，要抵抗广告跳出来的时候那种中断心流的感觉，每一次在抉择影片时都是时间的浪费，不如就把那些盲目搜寻影片的时间拿来做高效的书写练习吧。聪明的人学习新事物的时候，他们喜欢找方法，看书或是加入课程就是学习最高效的方法，因为他们都提供了一个快速复制成功者学习模式的路径。这个路径可以提供你节省大量的心力，你只需要按照一个一个安排好的课程步骤去做，就能够成功享受到学习的快乐，让你真正体会学习在生命中流动的喜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你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想改变自己的字体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就留我想写好字。我们一起在写字的路上努力吧。最后，我想送给把影片看到最后的你一份免费字帖当作礼物，连结在下方留言栏处。
赶快去领取吧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